方才他们师兄拍着胸脯说的那些话，真的可信吗？一行人出了莲花坞，浩浩荡荡地向市集里走。夜晚的莲花湖沿岸亦是热闹非凡，摆摊的小贩在路边张罗，捏糖人的、烙饼子的、卖馄饨的，叫卖声此起彼伏。一盏盏暖黄烛灯高悬夜空，映得长街亮如白昼。少年们畏惧蓝忘机，不敢走在他身侧，也不知蓝忘机是不是对此早已习惯，面上不动声色，却有意无意地走在最后，与他们一直保持着无耻有余的距离。魏无羡十分体贴地过来陪他一起走，眼睛时不时往他身上瞟，盼望着看出点端倪来。谁知蓝忘机步伐端正，神情认真，目视前方，面不改色，直让魏无羡腹诽，怕是出来巡视也没有这么严肃的。没走多久，魏无羡就开始没话找话：“蓝湛，姑苏城晚上也这么热闹吗？”蓝忘机淡淡答道：“应当。”魏无羡好奇，何为应当？莫不成你从未在晚上出来玩过？蓝忘机道：“不曾。家有宵禁。”魏无羡大表可惜，这年头居然还有宵禁。好多地方明明晚上才最好玩。事实上，别提夜游了，就算在白日，蓝忘机也极少会去逛市集。他的市井经验大多还是来自书中的记载。此时听到魏无羡这句话，难免想起曾经看过的秦楼楚馆之事，不由得蹙起了眉。斟酌了半天，道：“作息不规律，无益修行。”魏无羡歪了歪脖子，哦。二人静默了一阵，周围倒是愈发热闹起来。原来不知不觉间，他们已彻底走出莲花坞仙府的范围，到了城中最为繁华的地界。街灯如火，电丝林立，窗棂照酒色，勾角晚飞檐。寻常人家没了玄门之中的规规条条，反倒活得更加逍遥自在。车马林林，人流不息，只是行走在长街之上，似乎就能听见酒楼中觥筹交错的声响，听见婀娜歌姬流转如莺的歌喉。魏无羡无不得意地去瞥蓝忘机，虽然对方没露出他想象中那般惊呆了的神色，但多多少少也有些松动。心道：我就说嘛，到底跟我们一样年纪，总不可能真活成个老头子。走在前面的江家少年们也是兴致高涨，似乎都忘了身后还跟个大冰块脸的事儿，开始像平常一样嘻嘻哈哈地玩闹起来。魏无羡艳足地眯着眼睛，心里盘算着一会儿要再带小古板去哪里开开眼界。路边忽然有人喊住了他。某家他常光顾的14门口，老板娘站在布幌边，向他挥了挥手里的帕子，喊道：“魏公子，吃过饭了没有呀？”魏无羡笑道：“吃过了。今天生意真好吗？”老板娘也捂着帕子笑：“不吃饭，进来喝一杯也好吗？”老板娘的小女儿躲在柜台后面，一双大眼睛怯生生地望过来，看到魏无羡向他摇手打招呼，俏脸一红，低下了头。蓝忘机站在他不远处，将这一切尽收眼底，有些不自然地挪开了眼睛。没多会儿，听到魏无羡说话，又忍不住将视线移了回去。下次再来，今天要带朋友玩。魏无羡捧着老板娘塞给他的几块包了酱汁肉的卷饼，嘴甜的又说了几句好话，这才心满意足地从14中走出来。蓝忘机见状，赶紧把目光收回，随意地盯住了街边一角。魏无羡咬着酱汁肉，回来就看见蓝忘机目不转睛地盯着街对面一个卖糖葫芦的小摊子。魏无羡将嘴里的肉一口吞下，舔了舔嘴角的酱汁，走上前用力拍了一下蓝忘机的肩，活像发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一样。蓝湛。蓝忘机平静地回头：“怎么了？”魏无羡嘿嘿一笑，把老板娘给他的酱汁肉递上前去：“甜的，吃不吃？”蓝忘机蓦然移开了视线：“谢谢。”“不用。”“就知道你不会要。”魏无羡也不在意，拿烙饼把剩下的肉都卷了，咬了大大一口，抬头继续道：“你是不是想吃糖葫芦？”蓝忘机答得果断：“不想。”魏无羡抹了把嘴，眉弓一扬：“少装了，我刚可是都看到了，你盯着那卖糖葫芦的小姑娘看了半天了。要是不想吃，你看她做什么？除非蓝湛你醉翁之意不在酒。”“你……”魏无羡眼角弯弯：“我……”蓝忘机觉得这人简直不可理喻，转身就走。魏无羡哈哈大笑地追上去：“好吗，我逗你玩的，你可真不禁逗。别生气啦，我错了。这样吧，
我去买个糖葫芦给你好不啦？蓝忘机头也不回，冷冷道：“不用。”魏无羡伸手扯住他，哈哈哈，想吃就说嘛，没啥好害羞的。就像江城，你别看他那个样子，其实内心可喜欢毛茸茸的小动物了，哈哈哈哈。魏无羡从兜里摸出几个铜板，在手里抛了抛，就当是莲花坞请你的。说罢，向蓝忘机眨了眨左眼，转身就要向街对面走去。站住！蓝忘机忽然道。蓝忘机一言不发地走上前来，道：“我自己去买。”魏无羡一愣，蓝忘机却已经飞快地从他身边绕过，走到小摊前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那摊主小姑娘买了糖葫芦。